现在脑供血不足的人啊越来越多了，不仅老年人，很多年轻人呢也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记忆力下降、失眠多梦等。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呢改善脑供血不足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颈部。首先将我们双手对搓，搓热之后放在我们颈部两侧来回的进行摩擦，摩擦一会儿，感觉皮肤发红发热为宜，每次5分钟左右。可以每天3次，这样摩擦颈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大脑供血，对缓解脑供血不足、预防脑梗有很大的作用。那大家呀，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做一做，还可以配合着喝点苦荞茶。那苦荞茶呢，有疏通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，也能帮助很好的预防脑供血不足。就这2天啊，朋友圈天天有人晒体重，这个瘦了2斤，那个瘦了5斤。看得我这个羡慕啊，我就厚着脸皮偷偷的问了一下，那女朋友就跟我说，这天天呀拉筋练瑜伽，不仅瘦了，体型还变好了呢。哎，我这一听就心动了呀，我就回家试了一下，这可倒好，还没等练呢，腿先抽筋了，老半天的动弹不了，这给我疼的呀。终于找到自己身材不好的原因了，就一个字，害的懒。其实啊，我们平时呢就应该多拉拉筋，拉筋呀可以帮助我们舒展筋骨，对身体是真的有很多好处呢。哎，那有哪些好处呢？可以延缓衰老，因为拉筋呢可以让筋骨变柔软，让身体保持年轻，还可以保持关节和骨骼的健康。像平时总关节疼的，就可以多拉拉筋。最后拉筋呢能够提高免疫力。那你看拉筋这么多好处，你还不心动吗？赶紧练起来吧！腰背疼，哎，这些问题啊都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经络不通，走路中风。就像我们平时总盯着电脑、手机，久坐不动，吃凉的、吹空调等等等等等等，都可能会使经络堵塞哦。哎，今天呢，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。站好了，眼睛呢看前面，挺胸，把双手啊伸出来，然后呢向后甩，甩的时候双腿要弯曲一下下，再利用惯性甩回来，就这样甩来甩去，每次甩100下，每天呢甩2次就行。这样甩手呀，能够帮助呢疏通经络，那经络通了，腰痛、腿痛也会缓解，甩甩身体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简单吧？你学会了没？我们全身有很多条经络，如果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人就会出现很多疾病，所以疏通经络很重要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对拉开全身经络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深蹲，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深蹲的时候，大家要把双脚和双腿并拢，然后双手抱住膝盖，头部尽量的往下低，蹲一会儿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。别小看这个动作，这样深蹲可以拉开全身的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便秘和肠胃功能都有很好的效果，对预防疾病有很大帮助。大家可以每天坚持做一做。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大部分都有经络不通的问题，主要是不好的饮食习惯、久坐不动、压力太大导致的。所以大家想要保持经络畅通，还要改掉日常生活中不良的习惯，这样经络通了，营养才能够补进去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好了，一说到减肥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吃东西。可是啊，很多人都是我有一颗减肥的心和一个吃货的胃，他俩天天在这儿 PK。不过呢，掐指一算，哎呀妈，今天胃又赢了。哎，其实啊，很多人发胖呢都是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可以通经络、燃脂肪的动作——跺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原地就能做。把2个手放在身体两边，然后呢，双腿弯曲，2脚抬起来，这样原地快速的跺起来。注意速度呀要快一些，有点呢像原地快跑，每次跺100下就行。那这个动作能疏通经络，改善身体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毒，能够让你慢慢的瘦下去哦。那减肥没有那么容易，每块肉都有它的脾气。
所以要坚持住才行哦。经络遍布我们全身，那俗话说经络不通百病生。那经络不通，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？首先是疼痛，然后还会有发冷或者是低热、麻木等问题。那该怎么疏通经络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转动2个地方。第一个，转动脚踝。在我们脚踝这里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转动这里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那方法很简单，先将一只脚踮起脚尖，然后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转完再换另一只脚。方法和时间一样，每天坚持做2到3次即可。第二个，转动手腕。手腕也和脚踝一样，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比如内关穴、神门穴。方法也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双手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。这个动作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。经常转动手腕可以促进气血运动，疏通全身经络，避免身体堵塞。那上面这2个动作简单易学，每天配合着做一做，经络通了，身体也健康。经络是不是通畅，关系着身体的健康。由于现在的人不爱运动，吃得太复杂，所以很多人会有经络堵塞的情况。那经络堵塞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身体出现疼痛。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如果身上有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某些部位就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身体感觉到冷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手脚冰凉了。如果出现发冷的情况，也要小心，可能是经络不通导致的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注意疏通经络了。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助身体打通经络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2腿分开和肩同宽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左侧弯曲。弯曲的同时，右手向左上方伸直，左手则向右下方伸展，这样用力拉伸3秒，身体再向右侧弯曲，左手向右上方伸直，右手向左下方伸展，这样反复练习2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上的肝经、脾经、心包经等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啊。你最近呢总是感觉头晕，对着电脑时间长了吧，脖子就梆硬，有时候啊跟触电了似的，可难受了。晚上睡觉呢也是睡不好，这可能啊是颈椎不好喽。如果呀你也有这种感觉，不妨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吧。自然的站立，将我们的左手啊向上伸直，然后弯曲手臂，用手掌呢拍打肩膀，从肩膀一直拍打到额头，再原路返回，这样来回拍打5次。再换右手拍打。那这个动作呀，能够促进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帮助呢打通颈椎堵塞。每天坚持练习，颈椎或许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呢？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振哥，我发现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发现你不吃苦瓜，我看啊，每次吃饭的时候有苦瓜你就不吃。哎呀，那苦瓜太苦了呀，吃不了。我上次去我朋友家，我朋友做的苦瓜炒蛋，那个苦瓜就一点都不苦。那是为啥呀？其实啊，在苦瓜上呢有个苦源，找到啊，我们把它切掉，苦瓜呢就不苦了。我们把苦瓜呀切开，然后把瓜瓤挖掉，然后呢还会看到里边有一层白色的膜，只要呀把这层膜除掉就行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苦瓜苦，做菜的时候也试试吧，希望能够帮助到。年轻的时候呀，我们都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可是到老了呢，有些人就总喊，哎呀，膝盖疼。知道自己膝盖老化了，想要养呢，有的人说，那我就静养吧，而有的人说，不行，我得运动。其实啊，不运动和运动过度呢，都会使膝盖受损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啊就教大家一个可以养护膝盖的小动作。可以呢找一个自己家里的墙，站在墙旁边，2脚打开，然后背靠墙下蹲，膝盖呢最好不要超过脚尖，这样坚持到坚持不住，起来休息就行。每天可以做3到5次。那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大腿的肌肉力量，延缓膝盖衰老的速度。
除了每天做这个动作外呢，大家还要多注意补钙，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豆制品啊，还有要控制好体重才行哦。那这个小动作，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大家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好方法，可以留言一起分享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